每个人一出生时，就有鬼神随时左右，但其数量不一。如果是善人，其跟随众可能数百个，甚至是上千个。如果是坏人，也有护法神，但可能数百人、千人才有一个护法神。这些鬼神就像当今的侍卫，你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但是，这些护法神的数量是有增减的。当一个人都做坏事时，那护法神就会一个个离去。一个人如果都做好事，那护法神就会越来越多。人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意指我们周围存在着超越人类理解的更高维度力量。在我们的三维空间中，无论是神明还是鬼魅魔种，都可能以我们无法直接感知的方式存在。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都在这些更高维度的力量的注视之下。对于修行者或玄门中人来说，护法神并不陌生，他们相信护法神的存在，并感知到他们的护持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可能一生都难以接触到这些超自然的存在，即使他们确实存在，也可能无法直接感应到护法神的力量。在许多大寺庙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神像，他们身披铠甲，手持武器，形象凶恶，仿佛在龇牙咧嘴。这些凶神恶煞般的形象，实际上代表了寺庙中的护法神。护法神从字面意思上理解，就是保护和支持正法。他们负责惩恶扬善，守护一方平安，保护寺庙不受邪魔外道的侵扰。这些神像的存在，提醒着人们敬畏神明，同时也象征着正义和力量的保护。菩萨低眉慈悲，象征着他们的慈悲与宽厚，而六道金刚怒目，则代表着他们降服死魔的力量。护法神则通常以武将的形象出现，性格直率，脾气暴躁。他们如同维护法纪的警察，制服巡逻，使犯罪分子见到他们都会心生恐惧，有所忌惮，有所收敛。对于心中有鬼的人来说，见到护法神的样子可能会感到害怕。普通人不必害怕，只要不作恶，护法神不会对你不利。如果你多行善事，护法神甚至可能护持你，帮你避凶趋吉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感恩护法神庇护。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修行过程中是否存在护法神，以及如何感召护法神来护持。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，我想先提醒大家，护法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，它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修行者。实际上，无论修行哪种信仰体系，只要遵循其法修行，就可能感受到相应的护法神前来护持。例如，信奉道教的人如法修行，就能得到道教的护法神护持；信奉天主教的人如法修行，就能得到天主教的护法神，也就是天使的护持。尽管教法不同，但本质上是相似的。
甚至对于那些信奉一些民间不成系统的杂神的人，只要他们真诚供养，也会得到相应的护法神护持。要确定自己是否有护法神在身边护持，实际上并不需要特定的方法或仪式。宇宙间存在着一种能量，当一个人积累了一定的功德和善行时，自然会感召到许多善良的守护者在其身边。这些守护者，无论他们来自何方，都因为你的功德而选择支持你。在佛教传统中，有一个说法是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，意味着每当一位佛陀出现，会有成千上万的佛来支持和护持他。佛经中提到，一个人每持守一项戒律，就会增加5个护法神。如果一个人持守5戒，那么他至少会有25个护法神。这个观点强调了个人持戒的重要性和它所带来的功德。一座寺庙作为一个三宝的聚集地，其功德更是不可思议。佛教中有一句话，一个寺庙只要有一块砖在，一片瓦在，就会有护法神在。这表明，即使是古老的寺庙，只要有人去维护和守护，一直存在的护法神就会感到欢喜，并会尽其所能帮助和支持，促成寺院和三宝的成就。人们普遍认为，修缮古老的寺院比新建寺院功德更大，因为古老的寺院已经有护法神守护，只要有人去维护，就会得到护法神的欢喜和帮助，进而成就寺院和三宝的事业。这是佛菩萨为我们提供的修行的一种方式。通过维护和修缮古老的寺院，我们可以积累功德，同时也能得到护法神的护持。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，我们都应该保持内心的恭敬。如果心不平静，就可能犯下罪过。虽然佛菩萨慈悲为怀，但护法神的立场却非常明确。当你在聊天或说话时，护法神通常也会在周围。如果你说的是一些无意义的东西，护法神可能会一个接一个地离开。如果你谈论的是佛法，护法神可能会留下来倾听。如果你的言辞出色，护法神可能会越来越多。这也可以说，每个人的护法神都时刻伴随着我们。这些神明不仅具有保护作用，还具有监督作用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，他们还具有惩罚作用。这正符合了那句俗语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在佛经中的《阿含经》中提到，4王天的天人会在阴历的每月初8、14、15和23、29、30这些日子来到人间考察。具体来说，初8和23，天王会派遣大臣来人间考察人们的善恶行为。14和29，天王会派太子下来考察，而15和30，则是天王本人下凡考察。考察结束后，他们还需要向天界的统治者忉利天的天王，也就是民间信仰中的玉皇大帝，或称天公报告。在民间信仰中，中天和龙被认为是主要的护法神，
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即使我们做了很多善事，也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。我们应该保持谦逊和谨慎，不断努力，不要抱有我破茧为实的心态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，供养金钱确实可以积累功德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通过竞财来获得功德。如果供养的动机不纯，仍然可能会带来不好的果报。护法神可能会对你进行惩罚，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慈悲的提醒，目的是让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鼓励你不再继续下去。例如，有个人因为从事卖鱼的生意而生病，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有问题。只有在生病之后，他才决定停止这种行为。这表明，人们往往在面临困境时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学佛和修行确实有一些禁忌，五戒是佛教修行中的基础。如果你不能完全遵守这些戒律，至少应该保持一颗恭敬的心。当你充满正气，自然会感召到许多护法神来护持你。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超越的定律，这种定律不仅适用于世间万物，也适用于修行。正如古人所说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当你做的事情符合宇宙的法则，那么天龙护法也会感到欢喜，并会为你安排一切，让你能够安心修行。修行人不仅要处理与人的关系，还要处理与非人的关系，比如鬼神的关系。如果你真的有修行，你自然能够感化周围的磁场，这是真正的能量场的加持。佛陀曾经说过，如果你真的有修行，护法神不护持你，那么这些护法神就不称职了。既然我们身边有护法神护持，为什么他们不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给予提醒和阻止呢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，个人的行为和后果需要个人承担。那些有特殊因缘的人可能会得到提示甚至阻止，但这通常需要前世自身修出这类福报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他们可能连修行都未曾尝试，更不用说修出福报了。因此，当一个人犯错时，不应该期待护法神或佛菩萨来阻止，这是因为个人的对错行为都是自己完成的，靠别人阻止只能阻止行为，却无法阻止内心。修行者应该认识到，自己的心才是最关键的。如果自己的内心有问题，却期待神灵来解决，这是一种道德绑架。这样的人无论修行多久，最终都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心态确实需要改变。修行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，需要个人去接近和契合真理。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他人的帮助来处理自己的内心和行为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神佛不能直接干预，阻止我们的恶行和恶念？例如，如果神佛知道某件事我们不应该做，为什么不直接阻止我们去做呢？为什么他们不展示神通，来帮助我们断除恶行和恶念呢？这就是六祖所说的不识自心，
学法无益。如果护法神仙真的来提醒我们，那也只会是治标不治本，就像医生一样，仅仅消除症状是没有用的，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深层的病因。我们应该专注于自我反省和内在的修行，而不是仅仅期待外部的干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才能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无疑会遇到各种障碍和困惑，我们可以寻求神佛的加持和救护，但最终我们会明白，神佛就是我们自己。真正的改变和解决问题，最终还是要靠自己。积极地修正自己的行为和思想，是改变问题的关键。在地府的传说中，确实存在记录阳间人举心动念的本子，这些记录看似由地神鬼差一笔笔记载，但实际上它们是动态的。有时候，一个人可能做了错事，导致寿命减少，但随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功德，种下了相应的福报，于是记录本子上又会突然增加寿命。这种一增一减的过程，完全是由阳间人的行为所致。即便是阎王，也无法预知一个人会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。佛曾经也说过，佛法是不可思议的，而众生本身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众生的举心动念间可以发生巨大的转变，充满了变数。因此我们应该努力修行，真心忏悔和断恶修善，确实是一种能够改变灾祸的变数能量，也是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。当我们的生命结束时，据说是由夜叉引导去投胎的。佛教中有强者先迁的说法，即临终时意念最强烈的念头，会引导我们投生到相应的地方。例如，如果临终时充满嗔恨，就可能会直接下地狱；如果贪恋放不下，就可能会去恶鬼道。五伦观念强烈，也就是忠孝礼义，可能会投生人道；而那些愚痴不信因果的，可能会去畜生道。通过修行十善业，保持心清净，可以取天道，而解脱生死，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如果一个人平时经常沉溺于淫欲等负面念头，临终时可能会看到俊男美女，心生欢喜，从而直接下到地狱。在地狱中，他们可能会遭受刺穿身体的痛苦，经历万死万生的轮回，痛苦无有停止。而且地狱的一天相当于人间2000多年，有些最苦众生在地狱道的寿命长达万万岁，如果没有后人超度，就无法解脱，根本无法出来。大家还可以去看看描绘地狱的图像，了解地狱的苦难。在地狱的苦难结束后，众生还需要升到出生道，然后升到下贱道。由于大多数人的福报不够，他们仍然可能被恶知识牵引，再次作恶，再次下地狱。众生的轮回确实是无穷无尽的，只要你不追求解脱生死的道路，起起伏伏，生生死死，就真的没有出头之日。实际上，
只要你怀有利他之心，护法神就会在你的身边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非常圆满，即使他们没有天天求护法，护法也会随时赐予保护。佛教认为，一切护法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身心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非常清净，所作所为非常如法，护法自然十分高兴。我们应该努力扫除贪嗔痴等这些不清净的念头，以及表里不一等不如法的行为。通过陈设各种善法的供品，护法神必定会持续庇护，不离左右。有些人常问，如果他们今天没有给护法上供，他会不会不高兴，以后不再理他们？如果他们出门时供护法不方便，护法会不会因此不高兴并惩罚他们？但实际上，绝对不会这样。护法神不像我们人类一样，有着强烈的嫉妒心，他们不会因为偶尔一次的供养中断就反目成仇。实际上，供养一瓶饮料或一点苹果，有当然可以，没有也无所谓，这些都是缘起，但并不是必须的。只要你的心是利益众生的，不管哪个护法，肯定都会履行自己的诺言。丘吉旺修是藏匿佛教史中一位了不起的伏藏大师，他的儿子也是一位伏藏大师。丘吉旺修的儿子为了提高名声和巩固事业，曾着力寻求一些猛咒。后来丘吉旺修告诉他，只要他的心是真诚的，不需要念诵咒语，护法天尊也会自然降临，因为他们都曾承诺过，哪里有利益众生的人，他们必定会去帮助。丘吉旺修强调，只要我们的身心清净，如法护法，护法神必定会鼎力相助。修行人如果想感召大菩萨护法，就需要发大心，弘法度众生。如果能弘法度众生，那么你就是菩萨，自然会有很多级别很高的护法神来护持你。如果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想要感召出世间的大护法神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是感召护法神的一种方法。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修法修持圣德法，例如修持法华经或华严经。如果你能够全心全意地受持这两部经典，你也会成为菩萨，并会吸引许多大护法神前来守护。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总结，凡是老实读诵法华经和华严经的人，都会有护法神发心前来护持。例如，我身边几位诵经的老师都有护法神守护，这证明了佛陀所说的是真实不虚的。而那些修持天部法或世间福德鬼神法的人，是无法感召到这些菩萨化身的护法神来守护的，因为他们不够资格。因为护法神的级别通常比修行者本尊的级别还要高，如果护法神过来，修行者的本尊都得靠边站。想要得到护法神的护持，想要得到佛菩萨的守护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诚心修持法华经和华严经。只要你真诚地修习这两部经典，金刚秘籍中的四大天王
都会下来护持你，因为你这里有妙法的缘故。修《法华经》和《华严经》的人，世间的鬼神不需要你去求他们，他们自己都会主动发心过来护持。退一步来说，即使我们有大菩萨护法，世间的鬼神来不来，取决于他们自己。如果你想听经文，想受益，你就来；如果你不想，那随你的便。但是仅仅诵经是完全不够的，并不是说诵完经就万事大吉，就能留住你的护法神了。还要在生活中断恶修善，实践你修学的佛法。那么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呢？时刻要记住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意味着你要知道神灵无时无地不在。你若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或许可以骗得了人，但你骗不了神灵，而且迟早会遭到一定的报应。有了这层认知和警惕，你就会少做很多错事。此外，还要做到八正，即8种正法，以保持护法神的护持。八正包括：一、正见，正确理解事物的本质，不受邪见影响；二、正思维，正确引导思维，不产生贪婪、嗔恨等负面念头；三、正语，避免说谎、诽谤、恶语、虚妄之语，以正语交流；四、正业，远离杀生、偷盗等恶行，从事正当职业；五、正命，以正当方式谋生，不损害他人利益；六、正精进，勤奋努力，不懈怠；七、正念，保持正念，专注于修行和正法；八、正定，通过禅定集中精神，达到内心的平静和清净。遵循这八正，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正道，避免堕入邪道。护法神通常在我们努力修行、保持正念和正行时，默默地护持我们，而不需要我们的指导。我们需要的是保持一颗向上的心，乐脱生死之心，除三界之心，恭敬佛法僧三宝。只要我们努力修行，护法神就会跟随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，那么鬼神冤亲债主可能会跟随我们，总是有一个存在在我们身边。如果我们能够好好修行，这些不善的因素就不再影响我们。